怎么样，好多了吧？我心里有数，我的阳寿不会这么短的。看姚大人的面相，过80忘90都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是姚大人不喜欢服药，会影响长寿啊。我在原来的方子里多加了几味补药，会更见起色啊。老爷，老爷，这是朱天贵送来的，说是从海上飘过来的，他还在门外呢。你下去吧。夫人。啊，白水煎服早晚各1次，3天后我再来。走好，叫账房给大夫诊金。好，夫人。好。是台湾来的消息吗？有女儿的吗？我说呢，这次台湾派的使节为什么品级这么低？原来主使傅维林上船前因失械被杀。前有传闻，我还信不实呢。朱总兵，大人，这消息可靠吗？这已经是第2个消息了。前2天我在台湾的朋友给我捎来口信儿，刚开始我还不相信，所以就没有报。他是从你女儿手上得到的台湾防御图。后来事情败露，上船之前就被杀了。唉，可怜他的老母亲，至今还不肯原谅儿子，说他想海贼败坏门风。唉，不如我们把老太太接来供养。不仅要接来供养，我还要上书朝廷为她请封。他虽披着贼衣，却是朝廷的一个忠良臣子啊。你总算又从牢里出来了。你恨我是不是？你恨我，恨姚云，到了非要置我们于死地的地步。这是我和姚云万万没有想到的。你这什么话？听你这口气，好像是我把你们出卖了。你这次把我弄出来，是良心发现，还是故伎重演？如果还是从前的想法，那就算了，把我送到牢里去吧。最起码我的心是干净的。你对我好，我不是没有感觉到。可是我唯一对不起你的是，把画海图的事没有告诉你。那也是我实在不能告诉你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把姚云给出卖了。你还敢胡说？我什么时候出卖过他？那张海图的事，除了我和姚云，就只有你知道。原以为你跟他一起走，要是你真的一走了之的话，我真的可能告发你们。可是我没有。那是因为我没走吗？是啊。你最恨的人不是我，是姚云，对不对？他是你双重的敌人，政敌加情敌。你不用狡辩，你置他于死，那是再合情合理不过。你这样看我，我是恨他，但真的不是我告发他的呀。在我去码头的时候，我看见金汉臣和洪旭早已派人监视你们的行踪了。我知道你们逃走的事，也是金汉臣前1天才告诉我的。反正金汉臣已被处死了，死无对证。我从来没有告发过你们。我这次生气，就是因为我把海图放在箱子里，又被你们偷走了。偷走了？你自己干的事，装什么装？你的箱子里不是还有一张图吗？早就连纸片都没有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那张真图是我偷的。为了怕你犯意，又胡乱画了一张塞到箱子里去充数。
如果连这张图都被偷走了，那肯定是金汉臣拿去进宫了。怪不得他们派人监视你们的行踪呢。听说台湾又派使臣到福建谈判去了，也不知道谈成了没有。真希望化干戈为玉帛，那该多好啊！我想你关心的并不是谈成没谈成，而是关心傅卫林的安危吧？是傅卫林去的吗？这个人倒是有点气节操守。你装什么装？你在牢里的时候，他还来看过你，并且是你让他去见姚云，凭着记忆再画一张海图出来，难道你不知道？我与傅卫林从不相识，素无往来。你急什么急？反正已经死无对证了，傅卫林已经死了。在出使福建登船的时候，他的行踪被发现了，就在鹿耳门码头被当众处死。你和傅卫林的一举一动全在他们的监视之中，傅卫林复制的那张海图也被当众搜出来了，只是没能送到你父亲和姚云父亲手上，这对你和姚云来说确实是悲剧。哎呦，大人！哎呦，姚大人，您很有闲情雅致啊！听说去游青元山了？哎，哪敢呐！平台在即，在下哪敢荒无政务去偷闲呐？我是接傅卫林的老母亲去了，年过70旬，无人赡养，好可怜呐！哎呀，姚大人很讲情义呀，可敬可敬。来，上茶啊！请。朝廷有消息吗？是不是皇上有旨了？听说玉门战前会议开得很热火，最后还是施琅占了上风。没有人能够动摇皇上，也没有人能够摇动施琅的脚跟。姚大人，大人有什么难言之隐吧？为何欲言又止啊？本来我是不想告诉你啊，几时中孙慧受贿的事儿被揭了出来，不但他的奏折一文不值，就连他本人也下了大狱。不过还好，皇上没有杀他的头，发配到宁古塔效力赎罪去了。那还有没有牵扯到别人呢？皇上网开一面，不准有司追查此案，该他孙慧一个人倒霉。太妃应该多保重才是啊！如今延平王坐在王位的金椅上，他毕竟年轻，事事都得你拿大主意。你要是提不起精神来，那我们不就六神无主了？哎呀，稀饭呐，我什么时候又变得这么重要了？这大事小事，不都是由你说了算吗？太妃要是这样说，那我真该杀了。我对谁三心二意，我也不敢对太妃不忠啊。哎呀，你说我们这么干，不就是为了客爽啊？我呀，不过是随便说两句，真没想到你还当真了。太妃那搓起一锹土，我这就得堆砌一座山来。太妃啊，太妃不该再有烦心事了。海葵不是已经发自内心的认你为娘了吗？你还真说对了，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才左右为难的呢。你也知道，施世宗是我们的敌人，当然不能轻易的放过他了。如果放过他，王室内外都不会心悦诚服的。可要是不放他，海葵就是不依不饶。有了，我想起一个一箭双雕的主意。你快说，什么好主意？那个施世宗对海葵冷漠，不就是因为那个叫姚云的吗？如果这个姚云要是不在了，那不就另当别论了？赤台大人，
赤台大人，哎呀，怎么样？见好吧？石大人啊，见好吧？哦，朱总兵也在这儿。这位是？这位是台湾傅维林的母亲。老人家，可敬可敬啊！您养了一个令人尊敬的儿子。姚大人给皇上写奏折，为傅维林加封之事，皇上已经批复下来，封他为轻车都尉，并且可以入乡贤祠，这可是莫大的荣誉啊！这可是个大喜事啊！今日要摆宴席，为您老人家贺喜啊！石大人，您也别走，一块在这儿用几杯啊！好，不了，坐，来，坐，上茶呀！啊，真是喜事儿啊！姚大帅。您这病可是滴酒不能沾呐！久病成医，我对自己的病也略知一二了，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。你看我这脸色是不是不错？气色很好，不然又要把头蒙在被窝里边睡大觉了。那次一被蒙头，是想给你吃个闭门羹啊！这个闭门羹吃得好啊！谁说石大人小气了？我看呀，挺豪爽的，不像个弯弯肠子的人。我呀，挺喜欢。哎，有人不喜欢，有人是非常讨厌我啊！我看呀，你们呀，谈正事儿吧。我们啊，别在这儿瞎搅和了。好，夫人，领老人家去歇息。你们先坐。在下告退。朱总兵，你别走，石大人来的正好。石大人，我真是羡慕你呀！不久你就要扬帆渡海，进军澎湖和台湾了。哎呀，我是去不了喽。姚大帅，这点病能吓住您？前几次水上练习。您身体不是很好吗？既不晕船，也不呕吐。那有什么用？石大人到底还是争到了独争大权，哪有姚大人的份儿？朱天贵，你怎么用这种口气跟大人说话呢？快赔礼！朱总兵真是心直口快呀。赔礼道歉就算了，我只是想知道，制台大人这里是不是？大家都这么看我，我看在石大人面前，没人会说的。来人，在，把朱总兵给我赶出去！慢着，去。姚大帅，您要管束自己的部下，怎么管束都不为过，可不能当着我的面责罚呀。那还不如拿板子直接打我的屁股。哎呀，石大人见笑了。见笑了。本来啊，我是想求石大人收留他呢，这下我可不敢了啊！要到了你那儿去，还不得天天给我惹祸呀？怎么？制台大人要让朱总兵到我那里去？打消了，那是一时冲动，现在打消了。那我走了。别，制台大人。你是想把总兵归之水师的治下？是的，不过什么？不过你不愿意去我那儿，是不是？那他不是吃了豹子胆了？自古以来，只有帅选将的，哪有将选帅的道理呀？石大人打仗我服气，不过至于其他嘛，我看不怎么样。朱天贵啊！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，我早就有耳闻。打仗勇敢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又熟悉台湾的情况，我早就想把你从姚大帅那里要到我那儿去。只是怕姚大帅说我胃口太大，手太长，太岁头上动土。哈哈哈哈！这下好了，到我那儿去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我看算了吧。这匹野马，你敢要？越是好马，我越愿意要。好马难以驯服，我喜欢。朱总兵，还不谢过大人？从今日起，你这平阳镇
就纳入石大人的麾下了，免得在我这儿无用武之地。啊？谢了。哎呀，石大人，这，来，用茶。快点！出来，你的末日到了。我上路之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洗洗头，行吗？行吧，这个我能做主。女孩子嘛，走的时候弄干净点也是应该的。走。可惜，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啊，这么好一个人，干嘛非当奸细啊？你说她会怎么死呢？砍头还是3尺白绫上吊？也许吃毒药好一点，起码有个全尸。哎，就在这岛上处死吗？不，押到东宁府去，要在最热闹的十字街头示众呢。哎呀，那可好啊，不枉活一世，成千上万的人为他送行也值啊。娘，要杀姚云了，快都绑到十字街头去了，再不救就来不及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娘，你杀了姚云，就等于杀了施世宗。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你净说胡话！娘是为了你好，杀了姚云之后，施世宗不就可以死心了吗？你杀了姚云，就等于杀了施世宗，也等于杀了我，你明不明白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越说越糊涂了。人已经押到刑场了，你跟我说还有什么用？何况这件事是关于王室大事，不是小孩子闹着玩的。我嫁给施世宗，换取姚云一条命，这总该行了吧？这不是你同意不同意的事情，你不是早就同意了吗？是人家施世宗不同意，不然我何必出此下策呢？不，
不，是他同意了，是我没同意。海葵啊，你怎么越说越让我糊涂了？你真是不可琢磨呀！你这张脸就像天上的云一样，一天3个变。既然施世宗答应了，你怎么反倒不答应了呢？因为，娘，先不说这些了，我请娘刀下留人好不好？他昨天已经答应我了，我也同意嫁给他。娘，求求您了，就要约好不好？这是人命关天的事，我怎么跟行刑官说呀？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啊！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？孩儿求您了。哎，快拦住冯侍卫的大轿子！走，快去拦住他！冯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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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您留步，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。哎呀，太妃啊，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？这样对咱们更有利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知道这不是小孩子开玩笑的事情，可是海葵他……哎呀，先别考虑他的事情了，还是想想咱们眼前的事情吧。冯大人，冯大人，没想到说归说，做归做，姚大人还是派遣黄朝用到澎湖去见刘国轩义府去了。我知道黄朝用出事，但我想不会有好结果的。现在福建水师战船200多艘，水师2万多人，整戈待发，这恰是招抚的好时机啊！大人不是主张因剿御府吗？你要用大兵压境，以达到以战逼和的目的，不也正好落到府子上吗？此时姚大人用府，真可谓是极其聪明。若是谈好了，也许会事半功倍呀。可朝廷不是已经不降服了吗？这也难怪呀。姚大人本来是想和大人一起联手平定台湾澎湖，可是没想到施大人却得了专政权。他这次谈判若是能成功，那是功不可没，而且还节省了人力和财力。施大人，施大人，国有此事啊！黄朝用昨日从澎湖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我预见的没错吧？被您说中了。刘国轩根本没带黄朝用到台湾本岛去见延平王。刘国轩自恃风涛之险，不肯受俘。不过他也留了个活口，又派了个叫林恒的跟了过来，还是要谈，方才我过去了。姚总督借机让我回来，请施大人过去一起见刘国轩的使者。他自己的梦，让他自己去圆吧。我只知道奉皇上圣谕，奉旨平定台湾，从来没有听说过招抚。传我的话，把我的意思带给姚志台。大人没发话，我不敢去。既然你不敢去，就不该大包大揽。我不去自有道理。我说你不去，已上平海阅兵去了，不在福州。你倒挺聪明的，万一我父亲又想去了呢？那这事儿就更简单了，就说是刚从平海回来不就得了吗？啊！
好啊，这荷兰人卖给我们的铜炮威力大，比放箭强多了。哎，我听说啊，荷兰人也把铜炮卖给施琅，可那个库克保证过，只卖给我们一家。他的话要是能相信，这海水都得干了。你以为荷兰人是真心支持我们呐？他们卖大炮和火药给我们，是为了挣大把的银子。他巴不得我们火拼呢，他好渔翁得利。娘麻宫两侧的西屿，内外舰和基隆屿炮台显得重要了。这些炮台，还有凤尾柜、四角山、湖景屿、盘通屿的炮台，不是都被施世宗侦察到了吗？还画在了海图上。大战在即，是不是换一下位置？万一姚云没带出去。后来画的一份，傅维林一露馅丢了脑袋。目前知道我们军情的施世宗和姚云被关押在台湾，他们插翅也难逃出去，更别说给施琅送情报了。二位尽管放心吧。我总感觉，我们就是网中之鱼啊。是啊，人家什么时候想收网，一拉，我们就在网中了。我何尝不是在网中？不是鱼死，就是网破。我看这是迟早的事。他们没有催你办喜事吗？啊，对了，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。你少说这种话了，我们心里都是怎么想的，谁也瞒不过谁。对不起，你用感情的牺牲换得我的活命，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。这几天，他们好像都不张罗办喜事了。我觉得这不是好征兆，就去试探唐太妃。他们好像商量过了一样，说要打仗没心思办了，等打完了仗再办婚事也不迟啊。从道理上讲，这也说得过去啊。可是他们明显对我冷淡了。如今明港是撤了，可暗哨仍在，这不是好的迹象。准备！哎！好，开始！那几条船弄不好，我先砍你脑袋！你比师军们都厉害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少拿施琅来压我！我为皇上打仗，不是为他施琅效忠。这小子太无法无天了，连施将军他都不放在眼里。我真想当众打他100军棍。哎，施大人，不上去了吗？上去干什么？打他100军棍吗？赶快把他修好！看什么看？抓紧时间啊！好，你怕他？我不是怕他。他说的话虽然不中听，可毕竟是实话，是在为皇上尽忠，不是为我打仗。这个人，你本不该收。好孩子，有往庙里舍的吗？定是横踢马槽的角色。哼，姚志台治不了他，把他甩给大人你了。那倒不会吧？我听说朱天贵可是姚志台手下十分器重的爱将，不像你说的什么丢弃的孩子。我要的是一员猛将，并不是一个累赘。这个小子，总兵大人，预备，放！预备，放！预备，他真的要上船了。回总兵大人，
他的脚都踏上跳板了。是不是我当时在训人？是，你是在说，施大人不为施大人尽忠什么的？妈的，又得罪他了！我这破嘴！去！瞄准敌船，目标敌船，瞄准敌船，预备放！预备放！若朱天贵不是个狗熊，那他就是姚志台在施大人身边安放的耳目。这样的人，大人放个屁，他都会向姚志台报告的。还是把他送得远远的。你应该相信，我们又不是傻子，别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原谅，只要打起仗来不拉松套，就是好样的。姚志台多年来调教福建水师有方，众大臣对他赤胆忠心，这也能够理解。只要为了朝廷的一统江山能够英勇作战，我什么都不计较。娘，您别生气嘛，女儿领您的情不就是啦？不过您最好别提那冯锡范，一提起他我就来气，我迟早要了他的命。你看看你一个女孩子家，动不动就要人命要人命的，你还像不像个女孩子了？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也不怕人家笑话。那个冯侍卫再不好，他也是咱们家亲戚，他是你弟弟的岳父啊。他生气发火，也不是为了别的事，他也是为了咱们王氏好。人家刚一进屋，您就拿一大堆的话堵人家的嘴，您是诚心不想让我说话？我说你什么了？我说你几句，也不是为堵你嘴啊，娘是怕别人背后戳咱们的脊梁骨啊。你说吧，有话尽管说吧，不要让娘为难就行了。你是不是又来求娘帮你办婚礼的事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这件事要缓一缓。现在大兵压境，连家丁都出去打仗了，人心惶惶的，谁有心思办婚礼呀？海葵啊，等打完仗之后，娘帮你操办一个风光的婚礼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万一打败了仗呢？我们都成了俘虏，到牢里结婚吗？那才叫风光呢。你真是言语无忌，什么话拿过来就说，这不是自个儿咒自个儿吗？到底有什么事？反正你啊，没事不会来找我。我跟你说好了，你别再让我为难就行。说吧。我是不会让您为难的。来，娘，我只是想求您给我们一条船，送姚云回去，她实在太想家了。来，喝口茶。娘。海葵呀，如今呢是大战在即，民船、渔船一律不许出海，更不要说战船了。这战船是用来打仗的。你呢，去劝劝姚云，过了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再说。再者说，有你陪着他，他也不会太寂寞吧？我陪他，我都抢了人家心上人了。他恨死我都来不及呢。再说了，让他待在这儿，万一他和施公子藕断丝连怎么办？还是赶紧把他打发走吧。我跟你实话说了吧，别说是一条船，就是10条船，也是我一句话。可是有一点，谁都能走，只有他姚云不能离开台湾半步。这件事还用我明说吗？你不可能不知道原因吧？我不知道。我问你，他为什么上法场？你忘了他画过澎湖的和洛尔门的海防图吗？
那他不是没送出去吗？那图不是泡在海里烂了吗？可是他心里的底稿没有泡烂呢，你忘了吗？是他凭着自己的记忆重新又绘了张图，交给了傅维林带往福建。傅维林就是因为这个被处死的。你说现在谁敢把姚云放走呢？这些事是不是冯锡范告诉您的？这用得着他说吗？是我说的。我就是个傻子，也不会放走敌人的，让他反戈一击。你毕竟是我们自己家人，你忍心这么做吗？女儿明白了，女儿想到了这一面，却忘了另一面。好女儿，你要是看姚云不顺眼，我就单独给她找个地方去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千万别这样，我不在乎她。那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海葵呀，你替娘想一想。你想想看呐，坐在娘这个位置上，就不能有太多的儿女情长。这一点，你能理解吗？娘，我能理解，我再也不给您添麻烦了。你这么懂事，当娘的就放心了。谢谢了，谢谢各位长者，施琅谢谢你们了，谢谢了，谢谢你们长衣短褂、红巾覆及之礼，施琅愧不敢当。施琅竭诚欢迎余家长者光临我水寨。将军，我们余家有个古风，亲人出海，举酒送行。这300坛吉酒是余家用最好的米酿成，有的藏于地窖10年，有的沉于暗室9载。如今将军率师出征，上图金瓯无缺，下图梨粟团聚，余家无以为报，谨自酿吉酒送行。这酒能壮心、长志、长勇；这酒能壮胆、逞威逞雄；这酒能提神，它能制风制浪；这酒能成响，大功必成啊！谢谢各位长者，谢谢了。大功必成，大功必成啊！这是天下父母的嘱托。古酒成祥，民心成祥啊！施琅此次出征，一定会取得胜利。将军请起，请。把这300坛吉酒分送水陆各营将士。传我的令，明日清晨操练之前，全体将士前甲板列队，面北而跪，向我厦门渔村的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们致敬。
醒来却不见你的剪影，只见海天相连，相连，相连。我托海鸥捎个信，问候你是否平安。海鸥带回美好的音讯，你给我同意的祝愿，祝愿，祝愿。等到那一天走出梦境，阳光迎接我们的笑脸，哦，一起扑进母亲的怀抱，愿大海的清波润泽血脉相连的土地，直到永远。愿大海的清波润泽血脉相连的土地，直到永远，永远，真希望化干戈为玉帛。如果这个姚云要是不在了，那不就另当别论了？杀了姚云之后，施世宗不就可以死心了吗？我上路之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洗洗头，行吗？你置他于死，那是再合情合理不过。好马难以驯服，我喜欢。他自己的梦，让他自己去圆吧。我只知道奉皇上圣谕，奉旨平定台湾。